穆姑娘，南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穆姑娘得偿所愿啊！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因为穆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你也觉得谢雪城无趣，对吧？穆姑娘其实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她想无趣。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南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毕竟南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穆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绝顶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南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穆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南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行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
阵法成了，只需10息便能到雍雪城。入阵吧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啊！我保证，到了雍雪城之后，绝对不给姐姐惹事儿。如果我嗅到了暗族的气息，立马告诉姐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逆转了法阵，改送为杀。风瑶，公子，法阵要崩毁了！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没事。所幸是你今日已恢复了6成灵力，否则我们方才都得死在这里。云秀山庄并无人入侵，到底是如何动的手脚？应是这起阵材料出了问题。传送阵材料本就稀缺，有一部分是由庄外寻回，想来定是有人提前在材料中设下杀咒。都怪我没能及时嗅出杀咒的气息。这不怪你。杀阵本就隐蔽，难以发现，加之起阵还要炼化材料，它就会变得更隐蔽，肯定更难发现了呀。你才多大？要是连杀阵都能嗅出，就不用到处吸宝器修炼了。我们都在呢，还轮不到你自责。这一切都在桑琪和小仙阁的计划之中。或许从净化宫开始，就是个一石二鸟的局。你是说，净花宫出事，一是为了盗取谕令，二是为了声东击西，好让他们有机会对传送阵动手脚？你最是精通阵法，若你在，很容易发现材料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故意闹出大动静，将你也一并引开。也对，南庄主研修出传送阵一事不是秘密。你从暗域出来之后，没有直接回雍雪城，而是选择来运秀山庄。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想要借传送阵回雍雪城，还真是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眼下我更担心雍雪城的情况，不知他们会如何出手。纸雁发出已有几日，谢盟主定已收到消息，你也不必过于忧心。如今材料已毁，若要再次寻起，需要多久？这恐还需10天半月吧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能尽快回雍雪城？倒是还有一物。浮云空舟。没错，这是旧日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打赌输给我的，已经好多年没用过了。传送阵呢，10息便可抵达，它就要耗时多一些，所以一开始并未考虑。只是眼下这情况，用它代步，总比御剑和骑马强吧。就这么艘小舟，怎么载人啊？舟要遇水而行。现在我们便可上路了。
怎么上啊？这碧霄宫确实有钱。你们雍雪城财力怎么样？你把我从暗域绑出来，我可没带什么钱。做雍雪城弟子有没有津贴啊？给你句忠告：到了雍雪城，还是多听少说为好。要是犯了事惹了怒，我可不会帮你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方才危急关头也不知道是谁，只有6成灵力，还是分了护盾保护我。谢雪晨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舍不得你死，和不让你死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嘴硬。许月，此次危机比我料想的要严重很多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必继续犯险。雍雪城，你别去了。现在说这样的话，也晚了。桑启与朽仙阁联手对我运秀山庄出手，毁我天才地宝，这笔账我定是要讨回来的。不然运秀山庄今后如何立足？许月，我心中有数。既已同行至此，那便一起走下去吧。木姑娘，介意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南公子同行，欢迎之至。那便好。风瑶，守好山庄，遇事直言联络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宝，别颓废了，出来吧。爹爹要是知道我是这样一只没用的叔叔，会不会不要我呀？行啦，你都没见过你爹，哪来这么深的感情啊？爹爹就是爹爹，没见过也是爹爹。没见过的爹娘，也算爹娘吗？当然算了，你要听他说爹爹。我们在天上吗？我们在去你谢哥哥家的路上，你别怕嘛，出来看看嘛，那月色可好看了。我还是等落了地再出来吧。就你这小破胆，还想跟着我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想要学本事。木姑娘。南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木姑娘得偿所愿啊！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因为木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你也觉得谢雪城无趣，对吧？木姑娘其实是知道的。并不是他想无趣，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南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
毕竟南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木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绝顶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南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木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南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行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木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你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她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木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生灵涂炭，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。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，而木玄灵便是这第一个。仅此而已。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亲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
好玩儿。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木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蒙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说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界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，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？未曾。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尘求见。血是血的气息。
了，盟主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清洁，有千格外，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桑启联合仙盟列间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镇实有大美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镇宗门主事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推搪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山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头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尘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尘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谕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镜花城，也能救得了混沌珠。 救得了净华城，也能救得了混沌珠。 我
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。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阵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雪中剑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有人偏开的人，不为放手，都是天下的经验。人生生不不见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尽这一世化改变。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出剑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时间。烈火的人，爱的人，不为小心！风雪，都是天下的经验。我算得好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雪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朗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
10年了，你进步了很多，比我强了。盟主，如今万仙阵有缺，你去将它补好吧。遵命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大晚上的，跑到这问血崖上来练剑，就不怕闹出雪崩，淹了整座雍雪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走。你心里难过，连带着我这手环闪啊闪的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走。谢雪晨，被人看到脆弱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若想看，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。走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谢雪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？就因为你父亲说，修道者不能有情。当日在玉隐的贪欲牢笼，我看到了你小时候。你父亲认为，无情才不会偏私，才能成就大爱。我不敢说他一定错，但我认为，大道无情，修道却应该有情。如果一个人连小爱都不曾懂得，如果心里只剩荒芜和冷漠，那如何能明白世间万物存在的真正意义？又如何能做到爱及众生呢？只因为你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，你父亲便将这视作你的宿命。但谢雪晨，其实没有人可以框定你的未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是灵祖，我都有感情。你是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感情，就一定要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强行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谢雪晨，你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好。曾经我一直不愿听他的话，多有违逆，终是犯下大错，无法挽回。现如今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无情无爱，但原来他的要求我根本就做不到。问雪崖道别那日，我真的很想唤他一声父亲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我就是这般犹豫，这般怯懦。父亲想说的话，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如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：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，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从你出生起，我便用苍生宿命的责任束缚着你。为了逼你断情，甚至毁你所爱，断你羽翼，囚你于这方寸牢笼之中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有一日你会面对的困境。父亲也常常在想，是否是我太过由天自扰？也许断情并非唯一的方式，若没有我的强迫，你本该活得自由灿烂，海阔天空。父亲，断情去爱，说来轻松，但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是否也不该逼你？雪晨啊，父亲老了，终有尽时，总有一日会离开。也许父亲的道也已经老旧了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去走你自己的道吧。父亲相信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责任，守护好你该守护的一切。雪晨，其实父亲也很怯懦。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。